乌克兰首都曾经繁华的街道，突然一夜之间空无一人。新总统瓦西独自开着自己的那辆皮卡车在城市中游荡，他独自一人走在空荡荡的城市里，游走在空城的每一个熟悉的角落。他似乎还能远远地看见昨天自己的身影，望见攘攘的人群。不知不觉间，总统瓦西也成了野人。他每天跟一桌稻草人喝酒谈心。1年前，瓦西眼巴巴地看着最后一班飞机航班飞离乌克兰。一个4000万人口的国家，只剩下总统瓦西一个人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丧尸末日吗？在那之后的每一天，他孤独地徘徊在每一个街头，感受到了世界的安静，似乎他是这座被遗忘的城市里的那个被遗忘的人。虽然他都拿着大喇叭在街上喊叫，却没有一丝丝的回应。去教堂一次又一次的敲钟，每天如此，结果还是找不到任何人。感受到空气中似乎都带有死亡的气息。而每天他唯一接触到的，只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催收贷款的电话。超市里面也没有营业员，他只好自己付钱自己收拾。出门破天荒地看到一个美女，他兴奋得快哭了，终于看到个人了。可聊了没几句，才发现那是美女只是个卖家具的全息投影。原来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之前瓦西为了刺激国民经济，让光头外交部长去争取冰岛的免签。几经努力之下，乌克兰终于成功获得了冰岛免签，并如愿加入了欧盟。当晚举国上下一片欢腾，第二天整个国家的人民都迫不及待地去了欧洲，偌大的国家只剩下瓦西一人独守，活脱脱地变成光杆总统。现在他已经寂寞难耐，逼近发疯。虽然全息投影虚拟人物每次说话的内容都一样，但瓦西还是不厌其烦地和他聊天。另外，他为了打发时间，还在总统办公室里养了一群家畜。这天，他突然接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给他发来的贺电，恭喜乌克兰成为反腐先锋。在瓦西的英明领导下，犯罪率、死亡率都是0，生态环境极佳，只是生育率为0。整个国家已经空荡荡的，瓦西有点尴尬。由于政绩突出，默克尔还邀请他参加G7峰会，瓦西喜笑颜开，高兴地跟布娃娃议员们宣布此事。随后，他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了路费，一收到钱就高兴地跑去买酒，庆祝自己终于能出国参加G7峰会了。瓦西喝多断片后，一觉醒来才发现他刚刚只是做了个噩梦。这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喜剧演员时期出演的一部电视剧。这部电视剧神预演了他从一个喜剧演员到上任总统的整个过程。虽然泽连斯基的人生相当魔幻，但国家总统不是儿戏。2022年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不断升级，全世界的人民无不向往和平，希望战火早日平息，世界永无纷争。